生活忙忙碌碌，每天马不停蹄，但有些时候只要一停下来，就觉得特别空虚。你看，人生是不是很矛盾呢？人啊，忙归忙，但是有一些事呢是不能够憋的，因为憋啊憋啊就会憋出病，心里不能憋，生理更不能憋。说到憋啊，最常听到就是憋出有肾结石。据统计，每10个人就有1个人有得过肾结石哦。身体深处小结石呢，痛起来真的是要你的命。所以今天呢，就跟大家了解一下肾结石。肾结石是什么？结石原来不止一种，有些结石照不出来吗？喝水就真的 OK 了吗？还是需要动手术？别慌，送你一杯有排石功效的茶饮。全都在这一集的医疗大小事，一起长知识。茂哥，我读过一则新闻，他说脱水是形成结石的主要原因。OK， 尤其是你看我们在新加坡，热带国家嘛，每天呢日照强烈，所以喝足够的水是很重要啊。难怪我们从小到大，老人家一直叫我们喝水，喝水就不会生病，对不对？那讲真的，这个水一喝多了，我们身体里面就不会生结石吗？非常好，马上来问专家，有请我们的泌尿外科医生林师姐，欢迎，还有我们2位艺人朋友，朱恩大哥以及林西西。来，欢迎，来3位请就坐。是的，好，想请问一下2位哈，洪文大哥还有西西，你们对这个肾结石了解多少？去年我太太就经历了一场比生孩子还要痛的肾结石病痛。吃饱饭以后呢，在车上她就觉得肚子很痛，突然间，对，整个人躺下来。我就把她送到 A&E 去，结果检查真的是肾结石，而且那个结石已经落到膀胱那个地方，掉到膀胱那边去。对，后来医生就从尿道里面做一个手术，把她这个石头给排出来。所以他之前一点症状都没有，没有，就很突然这样。对，对。西西呢？不太了解，但是我有一位朋友有肾结石，然后就是也是非常疼痛。OK， 他也是因为喝不够水，是。然后我是有尿道发炎。但我觉得这2者会不会很像？因为好像就是在排尿的时候，好像都会就是泌尿那一带啊。你问一下我们医生，感觉好像痛的比生孩子还痛没有，因为我也没有生过孩子，所以我不懂。不是没有，是还没有啦，还没有。我觉得不太一样吧，问一下医生。对啊，是。OK， 严格来说的话，尿道发炎是不会直接导致肾结石的。不过有一种尿路感染的细菌，我们叫做变形杆菌啊。OK， 它可以把那个尿里面的 pH 变成碱化，那时候就比较容易生石。这类的石头我们叫鸟粪石啊。相反的，肾结石的患者也有可能有比较高的几率可能患有尿道发炎。所以有可能是你是先有肾结石，才有尿发炎。对。OK。那洪文大哥刚刚有提到说你太太是结石掉到膀胱，对。问一下医生是怎么情况呢？你太太的石头应该在肾有一段时间了，不过如果还在肾的时候，它是不会痛的。对。不过一旦那个石头从那个肾转移到输尿管，因为输尿管比较窄，掉进输尿管以后尿不能流通，那时候就会大痛。OK。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这3张图片就是结石，对，肾脏结石，整个肾脏啊，其实已经全都是石头了。对啊，所以中间那个输尿管石头会比肾结石可能来得小。在右边的话，你看到2个圆圆的东西在盆腔里面，这个就是膀胱石，那个很像烟春蛋，不是，那很大颗嘞。对啊，膀胱石可以很大，我看过一个最大的可能10个 cm 啊，10个 cm， 1个 cm， 半个手掌了。但是里面是1颗还是1颗？1颗10个 cm 啊，很大。他都不知道啊，他不知道我天哪！那我们现在有初步了解，现在进行迷思环节哈，总共有4题了哈。来真或假了哈。好，来迷思1，肾结石是老年病，真还是假？真的。来，马哥，为什么？没有，因为我觉得这个跟饮食有关系啊。年轻人也有可能。对啊，也有可能啊，对不对？蛮错。因为我朋友就是年轻人。好，来，医生，真还是假？假。恭喜！来，太容易了吧？来，我们请医生先解释一下。是。OK， 其实肾结石的高峰期在于40到60岁之间啊，以男性居多。通常比女性高出2到3倍不过事实上不分男女老幼都有可能会有肾结石。好 ，OK， 来，有结石就一定会腰痛，真还是假？假 ，OK， 为什么？对，
因为看你是那个石头是生在什么地方。什么地方？对，如果是在靠近我们肾的这个地方，就腰一定会痛。 OK，医生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膀胱，在某一个地方让那个石头接触到，那才会痛。 OK，我觉得不一定会有症状的，它有可能不痛，然后可是其实已经结石了。好对，我们来问一下医生，真还是假？假，所以大家都答对了。来，肾结石的症状就要看看肾结石的部位在哪里。像我刚才所说的，通常是没有痛的。不过如果是在肾盆啊，或者造成尿液的流动的阻塞的话，那可能会有腹部痛或者背侧那边痛，可能会带有血尿的其他的症状啦。如果是石头掉进了输尿管，它的疼痛是非常剧烈的，所以它可能是腹痛，有可能是腰痛。靠近膀胱的话，可能转移到外生殖器官那边的痛，可能会有尿血。如果发炎的话，可能会发烧啦。最后我们来到膀胱石头，因为膀胱其实它里面的空位很多，就算那个石头很大，通常是没有痛的。它可能会让膀胱有这种错觉，导致你有频尿的症状，甚至有时候阻塞的话，可能会导致小便困难之类的问题。来，迷思3，钙是结石的罪魁祸首。哇，哎，真还是假？哦，哇，来，假 OK， 我们先问后人大哥。跟我们的饮食有关系，不是我们身体里面有哪一些维生素的关系。所以我认为钙不是跟罪人，钙不是 OK， 好，西西，不可能是因为一个主要原因。对，那么严重。跟好几个对，我觉得还是起居饮食啊，对还有我们生活作息都会有关系的。好，那马哥嘞？我最主要是结合他们2个人的答案。哎，好，感觉大家对这一题比较没把握哈，开始有点这样哈，所以答案是真还是假？医生，假。蜘蛛还可以哦。对啊 ，OK， 你饮食你吃的钙，它有一个功效，就是在你的肠道里面，它和那个草酸的盐结合在一起，帮助这个草酸盐排出体外，从而就会减少那个草酸盐被人体吸收，然后跑到那个尿液形成石头了。所以真正其实要避免富含那个高草酸盐的食物。为什么高草酸盐食物都感觉很健康嘞？对啊，比如绿叶的蔬菜啦，菠菜啊、甜菜叶啊，或者那些谷类啊、燕麦啊、玉米、花生、杏仁啊、芝麻这一些，还有不要以为所有的水果都 OK， 其实有些水果像草莓啊、橙子啊、葡萄柚啊，这一些都是高草酸的食物。应该不是说不能吃啦，应该是要均衡适量，对对不对？来，有肾结石的人尿酸一定高，真还是假？我们先问西西为什么？我觉得尿酸高就会导致器官或系统就会有一点亮起红灯，它一定是有一定它的原因。 OK， 那后人大哥我觉得这是2回事，肾结石跟尿酸呢根本是没有关系的。是，我有尿酸，我没有肾结石。我太太肾结石没有尿酸。哦，她没有尿酸。哦，真实的那个。我的答案最直接，因为我认识他太太。那我们就请我们的医生来解答，请问是真还是假？是假。肾结石有分很多不同的种类啦。如果你本身有高尿酸的话，那就比较有可能生尿酸石头。不过最常见的我们叫草酸钙结石，尿酸胺的结石几率就比较少一点。其他比较罕见的就鸟粪结石，这个是跟尿路感染有关系的。胱氨酸结石，这个在新加坡比较罕见的，比较罕见。OK， 就是说没有尿酸问题的人，其实是也有可能有结石，但是可能是另外一种结石。对，长知识了我。好，西西3分，好，恭喜！然后马哥跟后人大哥呢都是满分4分。哇，高材生，很棒哈。OK， 医生，刚才我们有提到说，这个肾结石不是因为尿酸，也有可能是有别的因素了哈。那是有哪一些呢？如果我们讲肾脏的结石的话，罪魁祸首通常是水分不够了，饮食不当也是很大的原因啦。除了吃高草酸的食物，其实高盐啊、高蛋白质的食物也会增加尿道生石的可能性。为什么高盐高蛋白的人会是高危人群？摄取太多的蛋白质了，这些蛋白质在身体消化代谢过后啊，就会增加那个尿 pH 的酸性，导致那个钙啊从那个
个尿流失的比较多。OK 那时候就比较容易结石了。吃太咸啊、重口味的也是同样的道理。OK， 那有没有可能有些人的遗传啊，还是体质本身就比较多这种钙啊，还是蛋白质比较高的，有可能吗？肾结石有一点点遗传的成分在里面，还有体质。就算他每天喝很多水啊，他也常常生肾结石。就算你治疗以后结石又一直回来，这些都是基因体质的关系啦。所以是有遗传性的，有遗传性。医生还有一种是掉入输尿管的肾脏结石，对吗？对，结石如果是产生在那个输尿管，其实是非常罕见的，除非你的输尿管本身有问题啦。比如说你的输尿管比较狭窄啊，或者尿不能流通。对，有没有可能是一些肾脏它的这个功能异常？对，是导致肾结石的危险因素了。OK， 那膀胱结石，对 ，OK， 膀胱结石其实跟肾结石跟输尿管结石是两码事了。OK， 通常膀胱结石的最主要原因是排尿排不尽，这个尿如果在膀胱里面停滞太久的话，就容易生石头。所以如果我们上了年纪的话，比如前列腺增生啊，或者你的膀胱因为年纪的关系，糖尿病不受控制的关系，或者以前脊椎受伤的问题的话，导致膀胱的功能有问题，它不能完全把尿排出来的话，就会导致膀胱结石了。另外有些人需要靠那个输尿管，或者膀胱里面有异物的话，这些都是膀胱结石的高风险因素。那除了以上这3点之外，还有其他的这个风险因素吗？当然在新加坡我们属于热带的国家了，通常我们流很多汗啊，水喝不够，就容易生石。体重过高，高 BMI 的，还有做一些肠道的手术啦，特别是小肠或者大肠的手术，或者有代谢问题的话，这些可能会影响那个钙质或者水分的吸收，都有可能会提高肾结石几率啊。那有什么治疗方法吗？取决于石头的大小和石头的位置。如果石头小过5个 mm 的话，它有一天掉进了输尿管，它自己排出来的几率啊很高，差不多60-70%会塞住这样，因为它很小嘛。对，它小，高过5个 mm 的话，它自己排出来的几率其实少过50%。那时候可能在它没有症状之前就要治疗了。所以治疗的方法1个 cm 到1.5 cm 以下的话，可以选择用体外震波碎石，简称 ESWL 啦。这个是一个非侵略性的治疗法，会给一点镇痛剂或者镇定剂。OK， 然后用超音波或者 X 光来定位，定了位知道那个石头在哪里的话，那个震波就由体外传到那个石头，把那个石头震碎掉啊。对，那成功率高吗？这个如果是在肾脏的上方或者肾脏的中间的话，成功率差不多80-90%。蛮高的，OK 啊，高。对。如果大过于就是1 cm 的结石呢？对，那我们可以用 RARS 啊，就是输尿管肾镜取石术，来把那个石头拿出来。这个我们就是采用一个可以弯的那个内窥镜啦，直通到肾脏，从那个尿道口那边。OK， 看到石头在那个肾脏的下方，这个就是草酸石啦。OK，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激光。激光把它弄碎。对，OK，当它打成小片的时候，OK， 然后我们就用这个夹子啊，把那个石头碎片一颗一颗把它取出来。那如果说是2个 cm 更大的话，对，太大的话，我们就采用这个经皮肾镜取石术，我们叫 PCNL。OK， 你可以看到那个肾脏那个白点的话，就是那个石头，你可以看到有东西跑进去啊，对，这个就是这个针。给当那个针从那个体外进到了肾脏，我们就把那个洞口把它弄大，弄到差不多1个 cm 之后，就放这个内窥镜进去。这个就是那个特别的超声波仪器，它可以把那个石头把它打碎，那些比较小的碎片也可以从那个超声波仪器把它细出来，那些比较大片的碎片就一一的把它夹出来。对，哇，医生真的，你越讲我也觉得很复杂嘞。哎呀，你放心，今天我们医生特别为了你准备了一个模型。哎呦，真的啊？这个就是我们人体泌尿系统的一个模拟了。可以看到这个就是肾脏 ，OK， 这个就是输尿管 ，OK， 还有这个就是膀胱，OK， 这个就是我们用来看那个石头的内窥镜，OK， 所以你可以看这个是非常软的。对，病人麻醉以后，我们先放一个支架，这个支架就从那个尿道口直通到肾脏 ，OK，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来看一下，对，就从输尿管放进去。所以现在在找那个石头。
对，现在在肾脏里面。OK， 这边是肾。哎，有了，水晶呀。OK， 你帮我拿住这个。OK， 这个是那个。这是那个夹子。OK， 就从那个内窥镜里面放进里面。现在你看到这个指甲 ，OK， 可以开吗？开啊，开。OK， 开。要开哇 ，OK， 拿石头。对 ，OK， 关。哎，有了。OK， 可以哦，小心哦。这个地方夹出来了。哇，对。那医生，我想问啊，如果来不及治疗的话，会引起怎么样的并发症 ？OK， 如果是石头造成阻塞的话，轻则就是肾脏会肿，水肿啦。OK， 可能会影响肾的功能。严重的话，有可能会肾衰竭啊，或者发炎的话，可能会得败血症啊。哇，那就严重了。对。好，欢迎宋伟良医师加入我们今天讨论哦。哎，是的，哇，今天你带来是什么食疗？这叫3金排石汤。第一个叫海金沙，它主要的功效是清热利尿、化食通利。OK。金钱草清热利尿、化食退黄。OK。解毒。OK。金花清热解毒。为什么用到它？因为你有结石，一定会有尿道感染。对。所以用它来抗那个感染。是。车前子清热利尿化湿。枸杞子补肾滋阴，每个选15克，15克，你放到保温杯，加热水来焖就好，焖大概半个小时以后就可以喝了。一天可能喝几次，一直喝到它没有什么味道了，我们丢掉。这个可以化石头，也可以抗泌尿系感染，还可以改变你下焦湿热的体质。那平常没什么感染，我也可以喝吗？可以啊，在新加坡很容易有湿热嘛，就是排毒。哇，这个真的有排毒感觉，因为够苦哎。对，它就是有点回味哦，有点苦。它是属于先甜后苦的。对，你喝下去，它的枸杞子的那个甜一来，对，可是后面有个苦味，对，后人大哥可以接受吗？这味道？我完全可以接受。我可以，我也可以。因为吃的苦中苦，方为人上。哇，那我真的可以。那其余的那些茶类，一般的茶，是不是我可以也是多喝，也可以预防？对，这问得很好。茶里面有茶多酚，茶多酚可以促进你尿液增加，排石头出去了，对吗？但还有大量的草酸，那个草酸反而会容易跟钙结合，停留在身体内。那怎么办？就是怎么办？很乱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很简单，就是说你喝那个不发酵的茶，就是偏绿茶，或者半发酵的茶，那个乌龙茶，它草酸就少。这样如果是绿茶，我们放冰块会影响它的那个这个结石的问题。对，这个在保健学就是违反了中医的理论。就冷的茶你喝下去以后引起那个肾阳，就叫这肾阳不足。就鼓动就没有力，中医是比较反对的。对，我听说有些人说，喝那个醋或者是喝柠檬水，能够溶解那些结石，是不是真的？醋是不可能，因为我们喝下醋，你的醋的酸度还没有胃酸强，喝下去就没有了，是没效用。柠檬是有效的，吃了以后析出来就是柠檬酸，是，所以我们适度的吃一些柠檬了，确实可以防止那个尿过度结晶。是，那中医方面呢是怎么样理解肾结石？那治疗的方法又有哪一些？好，肾结石我们古人叫石令，石头它本身就是指的它病因，就是尿道里有结石了。令就是尿频、尿急、尿痛。所以我们就叫石令。那现代我们就叫尿石症。一般临床我们总结有3个类型，第一就是湿热下注，就是我们饮食不节或者过度紧张、熬夜。饮食不节可以产湿，劳累、压力、熬夜就会产内火，所以火和湿结了以后就跑到下焦，影响了膀胱的这个功能，就会得结石。第二就是气滞血瘀。就是你久坐会过度肥胖，我们气血在体内运行就差，膀胱的那个工作量也下降了，中医叫气化不利，就不能够把尿液及时排出。那第3呢，就是肾气虚，家族性有很大关系，可能遗传。如果你肾气虚，就是先天禀赋不足，后天又失养，这是造成了气化不利。肾的气化功能是把我们的水液是好的部分重吸收，残渣浊的东西就排出体外。如果你肾功能不好，你不能排那个浊的尿出去，它就会停到膀胱里或者停到肾里面，变成结石。 3个不同类型，对对不对？是不是都有不同的治疗方法？太对了，湿热型除了排湿汤一定要化湿。
去掉湿热。如果有气滞血瘀的，加活血的，让那个气血运动起来。如果肾虚的老人来了，这情况下我们加补肾的。因为你化食那个没有肾气推，就根本就出不来。除了中药以外，我们会加针灸，会在肾部的一些穴位或者是一些穴位，它有什么好处呢？一，你针灸解决它的疼痛；第二，针灸以后那个经络的气通了以后，它可以促进它排石。有些人呢，真的是从来就没有得过肾结石，是。然后有些人呢，真的是一生中可能是好几次。对。那像这样的一个东西，不知道你有什么看法？在预防方面，对，在饮食方面和作息方面要改变。最重要一点就是要运动，你不能够久坐。没错。久坐还有些人就是有很强的坏习惯，就是当我们工作兴趣很高的时候，忍着尿做，好像一去排尿那个 idea 就没有了。医生有要补充吗？关于这个，有研究是显示了，如果你生过一粒石头的话，OK， 你接下来的10年有58%的几率你会生第二粒。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像这中医师说的，多喝水，预防嘛，多做运动，控制对某些食物，控制饮食啦。对，控制某些食物。那你会建议说定期做结石的检查吗？如果你本身有石头的话，那你的泌尿科医生会定期为你做检查啦，看看那个石头有没有变大。如果变大的话，可能就要做进一步的治疗。那医生有没有人特意去你的诊所，单只是验那个结石的问题？是比较少，不过如果你每年度做你的身体检查的话，有一项可能是做超音波看你的腹部那时候可以看到肝啊、肾啊、胰脏啊这些，就可能会发现有石头了。或者你做一般检查发现你的尿液有血那时候就做进一步的检查，发现有肾结石啊之类的问题了。OK， 明白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聊这么多，希望大家对肾结石呢成因啊、预防啊、治疗方式有更深一层的了解是的，那么如果说你发现到有腰痛啊，还有这个血尿的话，真的要赶快去找医生，不要痛到怀疑人生才去找医生。对呀，好，希望这个节目有帮助到大家。好，在这里要谢谢我们的林医生、钟医师，谢谢欧伦大哥，还有谢谢小朋友。好，医疗大小事，一起长知识，下次见，拜拜。